Today, however, very, very pleasant reading. 73 up in the Midland area, 72 at Garden City, 70 reported by Dodge City and Liberal, 72 by the good folks overall. 萨瓦迪卡，大家好，女士们、乡亲们，今天是9月15号，现在下午2点。我现在北兰府暹罗古城附近海边的一家风景优美的餐厅里，过来吃个饭，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到泰国申请无人机飞行许可的经验。今天的内容呢大致分成3个部分。首先呢是无人机在泰国的一些法律法规，其次呢我会把我这次申请飞行许可过程中的一些重点部分，还有用时费用介绍给大家。最后呢我来教大家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在泰国获得无人机的飞行许可。现在才下午3点，这餐厅就要关门了。我现在坐在他们外边的这个座位上。这儿的营业时间，平日周2到周5是早上8点到下午3点，然后周6日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儿的环境很舒服，旁边还有一座漂亮的寺庙，然后隔着这个寺庙有个小池塘，然后池塘里不仅有鱼，还有几只巨大的蜥蜴。如果想在泰国合法的使用无人机，不管你的重量、体积、大小，只要你的无人机携带摄像头，就必须申请飞行许可，而且需要在2个部门分别申请，一个叫 MBTC， 另外一个叫 CAAT， 分别是国家广播电信局跟民用航空局。如果你在没有飞行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被抓到的话，条例上呢是说会罚4到10万泰铢，然后再判1到5年的有期徒刑。虽然没有看过或听到过有人被抓的新闻，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踏实点，还是申请一下比较好。我相信点进来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中间呢，应该有之前多少了解过在泰国申请无人机飞行许可的一些相关事项的朋友们。然后您应该也知道，过去获得飞行许可需要15天或者更久的时间，所以计划短期来泰国旅行的朋友们呢，可能会很纠结，要不要带无人机过来？今天看完这个视频呢，我保证可以帮助您打消这个顾虑。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申请许可所花的费用跟时间。我分别是在 MBTC 跟 CAAT 2个部门的网站上申请了许可。我会把2个网站的链接放到描述栏中。网站只有泰、英2种语言。首先，我是在9月6号下午5点多才开始注册跟申请的 MBTC 的许可，然后7号上午拿到缴费单。下午我带上缴费单跟护照，大概1点在银行缴完费，3点左右网站上就确认了收款，并提供了收据。申请费用是214泰铢，然后第2天上午就拿到了 MBTC 的许可。申请许可的方法很简单，在 MBTC 的网站上注册好账号登录以后，进入申请页面，然后按照页面上的指示填好所有的信息，递交就可以了。需要填写的信息包括签证有效期、无人机的品牌、型号、序列号、工作频段、用途等等，然后上传照片。这里有一项文件叫持有人声明书，需要下载表格，填写完再传上去。下载表格的链接我也会放在描述栏里。最后在网站的最下方有一个可以选择审核部门的选项，点击后会显示该部门目前等候处理的申请人数。例如曼谷有2个部门，选择一个申请人数少的部门提交就可以了。至于是否一定要在申请人所处城市的部门申请，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了。飞行许可的有效期是按照申请人的签证有效期颁发的。如果延长了在泰国的逗留时间，也可以在网站上申请延期飞行许可。我是拿到 MBTC 的许可才开始申请的 CAAT 的许可。申请 CAAT 的许可是免费的，但有一项申请条件是要有一份100万泰铢保额的保险。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比较便宜的，我的机型是 Air 3，1年的保险是790泰铢。
这家保险中介公司处理的速度非常快，我把基本信息发给他们，然后在银行把费用转过去以后，大概20分钟就把保单发给我了。申请 CAT 跟申请 MBTC 的步骤差不多，填写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保险的相关信息，然后也是需要下载跟填写一份声明。这里最后上传文件的方法稍稍有点不同。MBTC 上传文件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上传选项，但这里要求你把所有要上传的文件合并成一个小于30兆的 PDF 文档上传，里面要包括保险单、声明书、护照、无人机的照片跟序列号的照片。我在第一次上传的时候就没有搞懂，所以没有通过文件审核，然后又赶上是周5的下午，所以多等了2天的时间。我重新上传的文档是在周1下午通过审核后，周3一大早7点多收到的飞行许可。CAAT 的许可有效期是2年。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我在打开 CAAT 的网站的时候，页面经常出现错误打不开。如果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就多按几次 F5 刷新一下，就会恢复正常的。最后我来告诉您如何以最快的方式申请并获得2个部门的飞行许可。我这次是先申请了 MBTC， 然后才申请了 CAAT。其实应该把顺序倒过来，出发来泰国之前，在你所属的国家买完保险，先申请 CAAT 的许可，然后到了泰国再申请 MBTC， 这样速度才更快。因为 MBTC 要求的文件中包括了泰国签证跟入境章，所以必须是入境泰国以后才能满足申请条件。但可以在出发前提前申请账号，然后把入境章以外其他的文件事先准备好，这样抵达泰国以后就可以立即递交申请。如果是上午抵达泰国的话，我相信应该第2天就可以获得许可。好的，以上就是我这次在泰国申请无人机飞行许可的经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有什么疑问请在下方留言。祝您在泰国玩得开心，拜拜。